小兔子手工包制作教程。我们做这个小兔子的包包，第一步的话呢，我们先把拉链做起来。好，先把拉链做起来。拉链反面的话呢，有贴双面胶哈，我们可以把双面胶的反面撕开。撕开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拉链的话呢，把它反着贴上来。好，然后的话呢，这样子反过来之后，调整一下它拉链的左右两边的宽度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要那个缝这个拉链的地方，量线的话呢，我们就量我们要缝的拉链长度，量它的7倍限量。好，1倍、2倍、3倍、4倍、5倍、6倍、7倍。好，拉链的话呢是量它的长度的7倍，或者是孔长的4倍都可以。接下来就是穿针，我们把蜡线从针孔里面穿进去，穿完之后再拿针尖对着蜡线的短的这头穿过来，然后再这样一拉，这边的话呢针就穿好了。另外一根线的这头的话呢也穿上针。好，然后的话呢，拿针尖对着蜡线短的这头穿过来，然后再这样一拉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2根针就穿好了。穿好了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来起针，从我们的任意一个孔位里面穿第1针，相邻的孔位里面穿第2针，然后用力拉，拉过来之后反面的话呢，我们用第1根针走第2个针的孔位哈。然后的话呢，第2针走第3针空的孔位。接下来就很简单了，我们就一针下，然后1针上的走针走线就行了，2根针交叉着走针走线。好，这样子走1根下，然后的话呢，第2针往上穿。好，这一针往下穿，然后这一针往上穿。就重复同样的动作，绕着这个孔位走1圈。好，当我们缝到拉链这个孔位的时候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干嘛呢？就是在拉链的反面把它的这个口撕开，撕开之后的话呢，它就有一个，我们可以把针的话呢从撕开的这个口这里把它穿进来。好，这样穿针走线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走这个孔。好，继续1针上1针下的走针走线。接下来给大家就是看一下手工包包的结尾哈，怎么结尾的？我们把它缝到这个位置之后，看一下，还有最后几个孔位就走到开始起针的地方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，这边的话呢就走到了开始起针的地方之后，我们选择把这个线的话呢干嘛呢？往前或者是往后走个2到3针断线结尾哈。我选择的是往前面走了2针，然后在反面的话呢断线，自己准备一个剪刀跟打火机，然后断线。断完线之后的话呢，用打火机这样虚一下。好，手工包包整个的量线、穿针、走线跟结尾的过程都是这样子的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包包的这个叫耳料跟5金地扣，把它穿起来。穿好之后的话呢，把它缝在这个包包的这个包身位置。需要的限量一样的哈，是孔长的4倍限量。其实这样子就是大致量一下孔长，然后取孔长的4倍限量，2倍、3倍、4倍。长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哈。然后接下来的话呢，教大家单针走线怎么走针走线。穿针，把线从针孔里面穿进去，然后拿针尖对着蜡线短的这头穿过来，再这样一拉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单针。单针就是1根线上面穿1根针哈，然后单针走线的起针的话，一样的是在反面起针。好，起针，然后用手按着反面的线头哈，然后再走针走线，就对着这个孔走针走线就行了。
单针走线的话呢，它第一遍的话呢，中间会有空的，等一下我们往回走的话呢，就可以把空的补齐了。好，来。好，到这儿之后，走到起针的地方之后，我们把它的往回走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往回走的话呢，就可以把这个空的这个孔位就把它补齐了。好，到这儿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回到了起点，回到了起针的地方，然后可以往前或者是往后多走1针到2针，然后再断线结尾。断线结尾一样的结在反面，然后用打火机续一下线头。好，侧挂这边就做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把包身的这块把它缝起来，一样的量线量我们孔长的4倍线量，这就是单针走线的起针了。起针从反面起哈，反面起，然后用手按着线头，然后就这样走针走线就行了。好，来走针走线。好，走到这儿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往回走，正好把空的这些针孔补齐。好，到这里，往回，到这里之后的话呢，就是所有的针孔就走完了。之后的话，往回走个1到2针，断线结尾。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包包的前片跟包身的料子缝在一起。先量线哈，量我们要缝的这一圈孔长4倍的线量。每次我们需要的线量就是我们要缝哪一个孔，就量它的孔长，孔长的4倍线量。这个是2倍了，然后3倍、4倍，取孔长的4倍线量之后的话呢，断线。拿针尖对着蜡线短的这头，从短的这头穿过来，然后再这样一拉。因为线比较长哈，所以我们这个的话呢，就是双针走线。穿针，穿完之后，我们拿着针尖对着蜡线中间这样穿过来，然后再这样一拉。好，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找到这块料子的中间孔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有一个孔的话呢，它是比较粗、比较大的，这个就是它的中间孔。我们拿针从中间孔这里走过去，啊，然后这边的话呢也是一样的，找到拉链这儿的一个中间孔，中间孔位对中间孔位走针走线。然后第2针的话呢，从它旁边的孔位里面穿进去。好，2根针一起哈，一起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用第1根针走第2个针的孔位，
然后第2根针走第3个针的孔位。好，接下来就是2根针一上一下的走针走线，然后沿着这个孔的话呢走一圈。好，沿着这个孔的话呢走一圈，走回来之后断线结尾就可以了。我们把这个前片跟包身的料子缝好之后的话呢，就缝什么呢？缝包包的这个后片料子。后片料子一样的哈，就是量这个孔长的4倍限量。接下来我们把包包的后片缝起来，后片是一样的哈。我们找到这儿有一个中间孔，就这个孔的话呢，它比其他孔要稍微粗一点。然后再找到这个拉链这儿也有一个粗的中间孔，我们中间孔穿过中间孔，好，这是一个居中的孔位。然后另外一根针的话呢，就缝在旁边的这个孔这里。好，然后的话呢，拉线。好，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走针走线哈，就是双针走线，走针走线。好。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双针走线、走针走线就行了。然后的话呢，就沿着这个孔，然后的话呢，一直走到这个起针的地方，断线结尾就可以了。一般的话呢，我们缝原包的时候，缝到最后这个孔它很小，手伸不进去了。我们这个时候的话，可以把包包的这个拉链这边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呢，手就可以从拉链里面伸进去之后继续缝。这样子缝的话呢，就会就更加方便一点。这也是一个做包包的小技巧哈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子空间会稍微大一点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哈，宝贝们，还有最后2针，最后2针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针孔走完，走完之后的话呢，把这个线的话呢往前或者往后多走2到3针，断线结尾。好，然后到这儿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针线的话呢往前多走2针哈。然后断线的话呢，可以结在里面，也可以结在外面哈。这个我就把它结在外面了。结尾之后，然后拿打火机虚一下线头。